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拜托大家。大家可留言告诉我。各位优秀神秘文怪事团团员，大家好。今天故事开始前，先提醒大家，影片最下方神秘文怪事订阅键定下去，用力按下去，拜托大家订阅。拜托帮忙一下，我上一集影片讲到，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满53周年，一场惊心动魄的外生物登月大战全记录。有证据证实拿破仑可能是外星人，他来地球是帮助外星人夺取地球发动战争。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我们回到今天主题故事，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外太空总是抱着无穷无尽的想象。宇宙中除了人类，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生命体呢？既然会好奇，那理所当然会想要去探索。今年全世界各国都朝外太空出发，宇宙间热闹滚滚。除了美国纳瑟发射的毅力号登陆火星之外，最近中国大陆的电波望远镜天眼也宣布有新的发现。不过知名的物理学大师霍金在他生前曾经做出了警告，反对中国大陆利用天眼探测宇宙，他担心电波讯号反而会让外星人注意到地球，到时候可能会惹祸上身。Touchdown confirmed. Perseverance safely on the surface of Mars, ready to begin seeking the sands of past life. 2021年可以说是热闹滚滚，世界各国争先恐后陆续朝宇宙进发。There are really two fundamental paths. One path is we stay on Earth forever.And then there will be some eventual extinction event. The alternative is to become a spacefaring civilization and a multi-planet species.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不止一次提到，梦想着带领人类移民火星，打造出一个自由自在不拘束的新世界。至于为什么会挑上火星，那是因为在太阳系当中，火星是最接近地球的行星，在全世界疫情持续延伸。不过科学家依然努力朝外太空前进，证明人类强大的韧性。从今年的2月开始，火星上挤满了来自地球的访客。除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火星探测器希望号，最受瞩目的就是它毅力号，完成了许多历史上的第一次。不是科幻电影，而是人类第一次真真实实的听到火星上的声音，也完成了更大的创举。I invite you now to, if you would like to close your eyes and just imagine yourself sitting on the surface of Mars and listening to the surroundings. The Perseverance rover on Mars converted carbon dioxide into oxygen, enough to sustain an astronaut for about 10 minutes. This really is a Wright brothers moment. It's the start of a whole new kind of planetary exploration, and we'll build on Ingenuity's success to see how we can deploy this capability on future Mars missions. NASA 宣布毅力号上新带的火星氧气就地资源，利用实验设备完成开始运作后，把火星大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氧原子给分离出来，制造出大约5公克的氧气。这样的量大约是一个太空人正常活动10分钟所需的氧气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好消息。2, 1, 0, ignition. SpaceX 在这个月的4号发射猎鹰9号火箭升空，上面载了一共60颗的低轨卫星。40 seconds into flight, Falcon 9 has successfully lifted off from our Pad 39A at the Kennedy Space Center, carrying a stack of Starlink satellites into orbit. 这是马斯克从2019年开始规划要在太空中打造出卫星，网络不用受限于电信基地台，预估需要大约1800颗卫星，而到目前为止 SpaceX 已经发射了超过1400颗的星链卫星，创造最大的人造卫星星座。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the long-term preservation and ultimately the expans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scope and scale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long-term probably survival of humanity and life as we know it. We must become a multi-planet species because there are all these risks that we can't control. 另外，中国大陆也没有让美国专美于前，两强争霸的触角延伸到了外太空。中国大陆发射天问1号在今年2月进入火星轨道，预计这个月底就会登陆。是对火星的地形地貌、土壤结构、水冰分布、表面的物质成分以及火星的空间环境进行一个探测。不过列强间的太空争霸也并非全然都是好的影响。今年5月，全球都在关注中国大陆长征5号 B-12运载火箭坠落的残骸到底会掉在地球的哪个地方。
Like a bat out of hell, this 20-ton rocket of the Chinese Long March 5B rocket is tumbling out of control. 最后证实，这个超大太空垃圾掉在印度太平洋海域，没有造成伤亡，真的是有惊无险。但在这之前，世界各国全都心惊惊。先把时间倒回4月29号火箭发射当天。我们国家空间站的拉开帷幕之战，不容有失的任务。原本强调不容失误，没有想到这个长30米、宽5公尺、重达21公吨的火箭核心舰竟然在太空中高速失控翻滚，根本无法判断坠落的地点。Hard to predict because of space weather. It went wrong in the design phase. Big rockets have this risk of debris. China decided that they didn't want to bother to do that. They just wanted to take the risk and play the odds. The world's big. It's mostly ocean. It probably won't hurt anybody. 当时包含洛杉矶、纽约、西班牙、北京，再到纽西兰和澳洲都有可能受到冲击，好险！些最后坠海危机解除，但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依旧发出声明，痛批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器件已经在载入大气层过程中烧蚀销毁。Very nations must minimize the risks to people and property on Earth re-entries of space objects and maximize transparency regarding those operations. 哈佛有天文物理学的教授认为，由于地表大部分都是海洋残骸，落海的几率比较高，所以才决定赌一把。只是火箭发射时风光出了意外，资讯也无法透明公开，太空梦差一点就要变成全球的噩梦。除此之外，还有一点，科学家也很担心，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FAST， 综合性能是美国著名望远镜阿雷西博的10倍。这在贵州号称中国天眼的全世界最大电波望远镜，最近有了新的发现，测出了脉冲星的位置和运动方向。正是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是天眼接收来自外太空的声音，从去年1月启动，已经发现了300颗脉冲星。也捕捉了快速电波爆发就一线。天文学家猜想，或许天眼在将来有机会可以接收外星人传递的讯息。除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以外，探索宇宙、探索自然，最主要还是提高我们认知的水平。不过，著名的物理大师霍金在生前就不断警告，不要想着和外星人有所接触，否则将会带来难以想象的浩劫。So if aliens ever visit us, I think the outcome would be much as when Christopher Columbus first landed in America. 到底启用天眼为人类带来的是福还是祸？霍金所担心的事情有没有可能发生呢？或许一切只能留给时间慢慢来解答。接着继续来看，说到了外星人，最近居然有人亲眼目睹了外星来的访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在上个月的27号，玻利维亚有民众看到天空突然出现了3个不明的光点，判断应该是所谓的幽浮。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人不敢置信，他们说有外星人从幽浮走下来，还在街上闲逛，而这些外星人的身高只有30公分左右，有一颗大头和短小的手指，未免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就有不少人怀疑这起事件的真实性，但专家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同时目睹，同时来目睹造假的可能性该不高。当人类不断在向外太空探索的同时，也见识到相比宇宙自己的存在是多么渺小。长久以来，外星人一直是科学家争论不休的议题。或许在地球之外还有其他生命体的存在。These things, if you look at quantum physics, there's a lot of modeling right now that suggests that a lot of this performance can be explained. 透过望远镜可以看到一个白色光点快速飞过，再拉近一看，这个白点呈现倒三角形，而且还在发光。当时这段影像被公布到网络上，很多人猜测或许只是拍到无人机，没想到美国国防部在前阵子出面证实了这段画面不是造假或是由民众上传，而是军方所拍下的。The U.S. Navy has finally acknowledged that videos appearing to show UFOs flying through the air are real. 五角大厦发言人发声明证实这段画面，一位海军人员透过夜视镜拍下的，目前已经成立不明空中现象专案小组，要来做进一步的研究，最快今年6月就会有解答。美国政府才刚证实有幽浮，才隔没多久，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过去常传出拍到幽浮等不明飞行物体的照片或是影片，大家可能早就见怪不怪，但最近居然是有人亲眼目睹了外星人。That's not on us though, is it? It's not. That is on us, dude. Well, if there's a... 南美洲玻利维亚中部一座城市圣塔克鲁兹，有大批民众在晚上看到天空突然出现3道光束，击中一架幽浮从天而降，光是这样就已够吓人了。但紧接着游浮哨竟然
走出了一个外星人，而且还一点都不怕人，悠哉地逛大街。当地新闻台访问了目击整个过程的民众，他们表示，外星人大约30公分高，有椭圆形的大头，膝盖非常短小，还用笔速描出了外星人的画像。事情传开之后，马上引发热烈讨论。虽然有不少人认为这很有可能只是一场骗局，但有专家指出，既然是一群人同时目击造假的，可能性应该不高。不过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民众看到的不明生物应该是它这种外表诡异的生物，叫做卓博卡布拉，是美洲已经传说已久的恐怖吸血怪物传说。早在1990年代就留下了目击记录，后来在墨西哥和美国也有人看到它。The chupacabra gets its name from chupar, meaning to suck, and cabras, meaning goat. Many of the sightings here have been confirmed as simply canines with mange. However, the chupacabra has a little more definition to it than that. 卓博卡布拉是由2个西班牙单字组合而成的，分别是溪笋和山羊。原因就出在大部分目击者都说罗伯卡布拉身高大约只有2尺，非常矮小，但行动敏捷，还长着一排尖锐的牙齿，还一双血红的眼睛。最可怕的是，它会吸前动物身上的血。Perhaps the most famous legend of the chupacabra is that its prey seems to be totally drained of blood. 尽管不少人觉得卓博卡布拉指不动是天方夜谭罢了，但却有许多关于卓博卡布拉的影像记录。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有人在乡村俱乐部看到了这只无毛怪，灰色的皮肤模样相当怪异，更有名著抓到疑似是罗伯卡布拉的生物。Jackie Stock says her husband caught the creature Sunday night. He called me to come and look, and I said, Bubba, that looks like a baby chupacabra. 2014年，这对夫妻抓到了笼子里的这只不明生，误认为是罗伯卡布拉，也吸引了当地媒体前来采访。Here in DeWitt County, most people are convinced this is the elusive chupacabra, but what do wildlife experts have to say? The animal in the cage, as best I can tell from the view, was some form of a small canine. 今年墨西哥的农场居然在短短几个月内碰上了4次的攻击事件，一共有18只羊丧命。诡异的是，在尾身、颈部都留下了奇怪的咬痕，农场主人把咬痕拿去给专家鉴定的出来的，结果不是胶囊或野狗，怀疑就是卓博卡布拉干的好事。Others say it could be an animal from a Soviet plant tested on with chemical weapons that are in development and that it escaped from a secret defense lab. No one knows what the animal really is. 虽然也有科学家认为，所谓的卓博卡布拉单从外表来判断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得了严重疥癣的郊狼，而且目前出现的各种证据也都没有经过鉴定。但懂过一句话，信者恒信。吸血怪物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恐怕没有个肯定的答案。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